和宗宝凯旋而归。你们放心吧。给我进攻！这3仗让我们看到了美好的前景。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3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路。是啊，是啊，只要咱们攻破3关，挥师南下，就势如破竹。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可攻城啊！对呀，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元帅，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失良机啊？是啊，是啊。哎呀，哎，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已心知肚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不，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做困兽之斗。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那元帅，你意如何？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便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再攻城，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现在有1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谁呀？谁呀？谁呀？您说，您是说桂英？娘，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对呀，是。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较量就较量。孙媳不敢造次。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开始！这，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作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使出你的招法！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双斧正在伯父手上。武伯，桂英失礼了。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
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2人1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这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1人，为何我们要2人1舞？与之比试。你们不2人1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娘，2人1舞就2人1舞。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1勇顶100，10勇顶1000，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在。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旨。儿媳得令。穆桂英，在。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孙媳得令。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遵命。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6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好，对呀，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太阴阵，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1回合先……你怎么了？这儿痒。什么痒痒的呀？哪儿？痒。啊！天窗！赶紧卸甲。少将军，来。我都痒了1天了。千万不能挠啊！不挠痒啊！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哎，好，慢点。给我。这是我在木刻寨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你还会这个呢？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桂英啊，这敞着呀，好得快。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
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知道了。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36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切，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其实啊，就是变化。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你就明白了。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好，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没有。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遵命。请。请。布下太阴阵，学。给。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上来就用雷霆万钧之势攻击，这刚出山的小丫头肯定被吓毛了，别说交战了。
阵。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要不我们退到城中？可是你们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要不咱们先撤退？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那怎么办？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可是前进非常困难，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金戈铁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马上顶住！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末将觉得也是。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快！三娘阵法用的火，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聪明。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写。你看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就擒贼擒王啊！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
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八妹胆量过人，这一点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2截，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其意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诓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哈！穆国。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计时结束。老太君，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啊！桂英能胜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是啊，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特点？不按常规出牌。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朱雀阵。好，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呐。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哎，你说七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肯定是姑姑。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婶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她的生活琐事干嘛？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为何？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行。小王爷，还没吃饭吧？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我不去。啊？怎么了？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好，能有穆姑娘好？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当然了。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真的假的？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你不说宗保吗？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走。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木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嗨，宗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我也有个遗憾。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她嫁给你。来，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啊？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
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不醉不归。不醉不归，哎，换大碗儿。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干！干了吗？干了。没干。最后一口。好样的！来，彩云上酒。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呐，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娘，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奶奶。哎呀，想死奶奶了！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正好，哎呀，哈哈，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啊！吃饭，吃饭。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它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它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哈。啊！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喝酒。喝酒。好酒量啊，小王爷。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18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围魏救赵，小王爷，小王爷，借刀杀人，七娘，哎，你八妹，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什么？你吃饭？谁请的你？穆桂英。穆桂英，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小王爷！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桂英，你吃过饭了？还喝了酒呢。你和谁喝的酒？小王爷呀。你怎么跟他喝酒啊？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你太不正大光明了！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
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来，走。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什么阵？迷魂阵后朱雀阵，够狠吧？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孩儿听娘的。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遵命。遵命。请。二位还有何建议啊？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哎呀，迷魂阵。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何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他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娘，你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那是。八妹聪明嘛。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哈，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姑姑用招真狠，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不好，桂英上当了。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要横扫桂英和宗保了。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等等，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腰。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桂英怎么用这招呢？穆国，计时结束。老太君，桂英啊，哎，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儿了。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镇改为白虎镇，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细节？什么细节？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杨元帅，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桂英深知这大礼，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语。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可是我……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是啊。哎。桂英啊。哎。太君已托人捎来书信。圣上又重新启用了呼延赞老将军，眼下他俩正星夜兼程赶来边关。儿媳对呼延老将军早有耳闻呐，听说他是智勇双全，戍边多年，是辽军无人能敌呀。正是。哎呀，要是这呼延老将军能来的话，助桂英一臂之力，击退辽军那是指日可待了。他不是来助你，是来跟你争夺帅印的。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老夫一这边，就打得你喊爹叫娘。穆桂英讨教了。
老将军，果然老了。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桂英，故意布下玄机，不愧是兵家奇才，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谢呼延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说得好。说得好，看来大宋元帅非你莫属了。木果，还不敲锣，快点！呼延老将军承让了。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却鞭鞭落空啊！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不瞒您说啊，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你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比试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智权为准。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老夫选正。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哎，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好吧。那各位就做个见证。穆姑娘，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呼延赞、穆桂英听令，在。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
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是，你们2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演兵台。静候2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是。请。请。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傅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好。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我孙喜甚是聪明啊。你想你姐可能用什么战法呢？用不知道。哼，傻小子，一定是锣鼓阵。锣鼓阵？对，你想想，咱木柯寨的女兵，一个一个的排成1溜2溜，看了吗？看了。有彩云，有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杨梅、小孟子，全都有。对，你再听那动静，吓人呐！不隆咚啪，不隆咚啪，咚不隆咚啪，咚啪，咚不隆咚啪，咚啪，咚咚咚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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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咚咚，哒隆咚啪，哒隆咚啪，咚啪咚哒隆咚咚咚，哒隆咚啪。好，就赢了，赢了。你说这呼延赞也是，他用什么阵法？我告诉你，牲口阵。他第一阵，他一定是牛马阵。牛马？第2阵，驴骡阵，驴和骡子。第3阵，他肯定是改群羊过来。你说就这点活，你姐小时候她都干过，对，是不是？我能怕他长鞭子一甩，咔咔咔咔咔咔，赢了。好，笑一个。快，等会儿我嗽嗓子呢。笑。给你姐拍拍手。舒服，爽。娘。哎呀，你老别太操心了。我看你还是回去休息吧。明日他2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正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没有了。没有。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阵不完，限时限刻。是。呼延老将军，请。请。计时开始。用1万精兵摆出朱雀阵，然后向前推进。计时结束。好。呼延赞以精兵1万，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看他用什么阵法。小姐，你看，念。对方以精兵1万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计时开始。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阵，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3000人马迎击他，1万人马报仇迂回。小姐，您说朱雀阵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计时结束。
什么在叫啊？这丫头什么意思啊？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霍延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哦，霍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奶奶，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那是笑而不答。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罢，这1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先，朱雀镇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镇，占领全部阵地。计时结束。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镇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好的，小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狮虎阵是以步兵围成，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镇，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将军，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呢？奶奶，哎，三娘，你说呢？谁能上？穆果，怎么又让我说你啊？计时结束，比战结束，请。二位辛苦了，老太君。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什么？你是说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全部被围。呼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啊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谢呼延老将军。穆桂英接旨。臣接旨。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由呼延赞，哎呀，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桂英接旨。谢圣上。